老玩家们，你还在看着别人的影片的手痒吗？你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玩 PUBG 吗？你还不知道如何成为更强的玩家吗？今天整理了10大重点观念与一个思维方式，让你能从后段班迅速成为大家都想跟你组队的大腿。前言结束，马上开始。主动起枪是对枪的首要原则。起枪的意思是能让准心再度出现在画面中，也就是开枪前的必要动作。你也可以当作是跑动到开枪的前摇。如此明显，就代表其实它所弹的帧数蛮长的，再加上人类反应时间，子弹可能落差在5到10发，甚至更多。所以预先起枪很重要。如果再搭配身法的移动，可以让你更早攻击到敌人，也能尽可能补足网络品质上的落差。如果真的没起枪到，也建议你可以使用肩射来瞬间起枪，接着进行开镜射击。在车上预先探出车窗，也是这个方法的延伸。另外，如果将开镜与肩射分开，能增加近战交火的容错率。有意识地停下动作，听脚步。首先，枪声实在太大了，即便有使用 SoundLock 这种抑制最大声音的辅助软体，枪声或你自己的脚步声真的很容易掩盖敌人的脚步声。所以要利用自己与其他人开枪的空档，尽可能放大自己耳朵的观感，快速收集周遭的情报。这也有利于快速模拟攻击的目标顺序，为你自己的战斗安排优先顺序。如果你要能够1打多，至少在 PUBG 中，脚步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平静且准确的沟通。你可能遇过一种队友，不论遇到近或远的敌人，说话的语气都非常激动，这可能会造成资讯的解读错误，甚至干扰其他队友的情报搜集。因为你可能太吵了，或是话太多了。多给队友一点收集资讯的空间，有时候会有更好的效果。沟通尽可能精简、精准且语气平静。竞技类型的场合，最需要的就是避免情绪的波动。你的激烈沟通可能会造成队友的误判，你的模棱两可，也就是不具体的形容，可能会让队友更慢确认敌人的位置。预瞄点，这个大概是所有 FPS 游戏都极度要求的东西，但在游玩 PUBG 时却特别容易忽略，因为地形实在太复杂了。这个例子来说，可能会大部分的人实际萤幕中心点都是对着地板的位置。但你要知道，往上抬一些并不会影响你的移动速度，但会帮助你更快将准心对到敌人身上。再来，绝对离不开对于地形与建物的了解。透过身体的移动代替滑鼠的大幅移动。当我离开掩体前，我的准心其实对着掩体后的敌人，所以看似是对着物体瞄准。实际上，当你一出掩体，正好能完美将准心指向敌人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先将预瞄点瞄准掩体旁边，当你离开掩体，你的准心必须大幅度的调整，才能顺利将准心指向敌人。这非常没效率，也非常危险。再来，对于声音的提前瞄准，不论听到脚步声或枪声，都能下意识瞄准到大概位置。你可以透过训练场进行练习。最后是缓冲空间的预瞄，有些人会将准心很靠近掩体，有些人会保留一些缓冲空间，各有好坏，但你必须把你的反应时间考虑进去，你能反应到的才是有用的。准心移动与视野控制，透过滑鼠甩动的方式满足大幅度的视角转动，这会有一定程度使滑鼠离开滑鼠垫。接着透过小幅度的线性移动，修正准心到更准确的位置。人类的视野焦距其实范围不大，所以有些 CS2 玩家会更倾向将萤幕靠近眼睛。如果有好的准心移动，真的不用担心看不到敌人。先想好到底要干嘛。在竞技场上，每一刻都有事情需要决定，且每一次都必须下决定。毕竟在 PUBG， 蓝圈也会逼你做决定，所以每当资讯收集完毕，请尽快找到你能做什么，并执行它。不论你要欺骗敌人、移动走位、选择跑圈路径，甚至是站点的部署，他们没有正确答案，都是些几率与排列组合。总之，没想法或犹豫不决，绝对是竞技中最需要去避免的。压枪身心法，从知识谈起。如果你身体很紧绷，你压枪不会太好。桌椅的高度关系也会影响手臂贴合桌面的程度，基本上手臂是不会紧压着桌子的。再来是要能够习惯不同手臂角度的压枪。当然了，你只会一种魔法，可能还是可以打赢魔王吧。
接着压枪时，我建议憋气或吐气，可以让手臂的控制更加稳定。队友的状态，你一定要很了解队友跟你的相对位置，不论是抱位或是理解上，如果少了相对位置，你的左边可能是他的右边，并且当队友来不及沟通时，记得看队友在看的方向，是最快找到敌人的方式。队友的状态也会影响你的决定，所以这个点我认为极度重要。2D 投影图与地图理解。如果你能透过2D 地图或是室内平面图判断地形，相当于多敌人一个提早了解状况的优势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小时不学，吃鸡后悔。当然，如果你早就背起来那个地形，那肯定是最好的。但相信我，不可能是全部。查看重播与侧录，这点我认为相当重要。好比你在学习重训，如果不透过影片录像查看自己的动作状态，你很难知道自己是否正确。本体感觉要与你的视觉做连接。再来是资讯判断的重新对齐，当时判断资讯是否正确，查看重播就像看参考书的解答一样。接着重新建立声音的认知，有些你当下没听到的声音情报，有可能是你当下太忙，没办法好好听清楚。透过重播，你也能了解以后该在什么时机点有意识地停下动作听声音。而且你如果有额外的萤幕录影，也能更快地跟队友复盘，甚至改善沟通方式。干这傻小啦！敏捷思维，看到这里表示你没有放弃，请继续保持你的敏捷思维。遇到困难，不是选择放弃，而是尽你最大所能，找到更好、更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不断进步，不断检讨，回应变化，拥抱错误，并保持开放的心胸。快乐很重要，但要怎么获得快乐，就看你的手段了。而且当你实力提升，能体验这个游戏的程度一定有所不同。敏捷思维对 PUBG 或是你的人生都有极大的帮助。怎么又越来越哲学了吗？别忘了戏如人生啊，一直都是本频道的核心价值。我不确定我还能玩这个游戏多久，不过每一步教学，每一个精华片段都建构了我这个人。人生能找到如此热情的事情努力，真的是一种幸福。拜拜。